来了。你找谁啊？姑娘，这是小浩家吧？哦，是啊，这是小浩家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了，我是他的妻子。啊，你是他妻子呀？我是他前妻的妈，今天来啊找他有点事儿，你能不能让我见见他呀？前妻的妈？不是我说，你们这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姑娘，是这样的，这不是小浩他儿子生病了吗？在医院需要动手术，这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所以就找小浩来借点儿。不是我说，现在啊，我跟小浩都已经结婚了，你们家的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我们没钱。姑娘，你看再怎么说，这孩子也是小浩的，这小浩如果不管的话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行了，有没有办法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姑娘，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他可是小浩的儿子呀。行了，他儿子关我什么事啊？又不是我儿子。起来，姑娘，什么人啊？都来问我借钱啊？这我该怎么办啊？阿姨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小浩，我不是上你们家去找你了吗？找我？阿姨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小浩，是这样的，你儿子呀生病了，在医院住着呢，还挺严重的，医生说需要做手术，这手术费呀要20万呢。这桃子也不在家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来找你了，你看能不能？这怎么那么严重啊？阿姨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？这缺多少钱啊？我呀在家已经凑了十万了，这还差10万。我要不是着急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会来打扰你的。阿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他父亲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姨，这张卡里有8万块钱，你先拿着，剩下的我来凑。等剩下的钱凑够了，我就去医院送给你，然后看看我儿子，去照顾他。行，小浩，这真是太谢谢你了。阿姨，你这怎么能谢我啊？我这身为父亲是应该尽的责任。那行，我赶紧去医院了啊。好，你赶紧去吧，阿姨。好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小小，我跟你商量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说吧。你从家里给我拿2万块钱，我有急用。你这好端端的什么急用啊？要2万块钱干什么的？这是我儿子啊，生病住院了，还差2万块钱手术费，现在急需钱。对了，你刚提起来，你也为这事给我借钱，还有今天你那个前丈母娘来问我借钱来了，我说她是不是有病啊？咱们俩现在都结婚了，你儿子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啊？还有他生病的事儿你不准管，咱哪有钱给他看病啊？小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这是我亲生儿子，我虽然和他离婚了，但是我不能不管他。我如果不管他，我不就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啊？小浩，现在咱们2个是一家人，那个小孩啊，你就没有必要管了。再说了，这次生病啊，我们帮的，下次呢，这帮的没完没了的，就是一个无底洞。小小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啊，我必须管，我管定了。本来我们俩离婚，这孩子判给他，我心里就已经很不舒服了。我从来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该尽的义务，我现在啊，必须要尽到这个义务。小浩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只是啊，心里面不舒服。行，孩子啊也没错，这个钱啊我可以给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真的吗，小小？说吧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小浩，我的要求就是，以后啊前期的事儿你少管，行不行？这事儿啊，小小你就放心吧，我只管我儿子的事情，我前妻的事情我是不会过问的。既然咱们结了婚，我就会一心一意对我们这个家庭好的。行，小浩，我呢也没有多大意思，刚才我的态度啊也有点不对，我是主要怕你跟你前妻有很多来往，你们2个万一旧情复燃，我可怎么办？孩子啊确实也没错，该管啊咱们还得管。
小小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以后肯定全心全意对我们这个家庭负责任的。行，咱们呀去取钱，然后一起去医院看看孩子。好，赶紧走。喂，表姐。啊，小浩在家吗？我还没在家，在外边玩呢。啊，小浩是这样的，我找你啊，有点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，表姐。小浩是这样的，你看你妈带着你又走了一家，你那个继父啊又去世了，你说现在就有你一个妹妹在家，你说他们家的房子啊，你啊是不是该给他要回来了？房子啊，房子我们现在都住着呢，我要房子干嘛？哎，小浩，我说你傻不傻呀？那你继父都不在了，就一个妹妹，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你说你们家那房子特别值钱，你这又那么大了，也该结婚了，把房产证一要回来，写上你的名字，那不就是你的了吗？也对，这房产证在他手上，他如果跟别人结婚了，把我们娘俩赶出去，这怎么办啊？对呀，我说你傻呀！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回家把房产证给他要回来，你呀写上你们的名字就行了吗？不是？对，表姐提醒的是，我现在回去就要。好，行，那先挂了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先挂了，回去要过来。怎么了，哥这么生气啊？玩，就知道玩。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先把房产证给我。不是哥，你这好端端的要房产证干什么呀？废什么话啊！我要房产证，还需要告诉你原因啊？赶紧拿过来。不是哥，这房子是我爸之前留给我的，你这突如其来给我要房产证，我给你得问清楚你要干什么呀？留给你的？我给我妈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小女孩家的，要什么房产证啊？不是哥，你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别忘了，之前啊是你和你妈一起居住到我家的，后来搬过来的，怎么就成你家的了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妈嫁到这里来，也算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还有，我妈这么多年不是白养你的，赶紧把房产证拿过来。这个房产证啊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还有，这个房子啊，是我爸生前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你呀就别打这个房子的主意了。留给你唯一的念想，我告诉你，认清自己的地位。现在这个家，我跟我妈做主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识相点，就赶紧把房产证拿过来。房产证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你要是想在这个家住，你就住；你不想在这个家住，你可以走啊。哟，现在还没怎么了，就开始撵我们了是吧？我没有撵你们，是你自己逼我的。你呀，给我想好了，这个房产证必须给我拿出来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妈，先别擦了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我表姐啊，前2天给我打电话说，赶紧把咱家这个房子从小小手里把房产证要回来，不然她结了婚以后肯定会把我们赶走的。小浩，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呀？这房子本身就是人家小小的，你不能听人家瞎说。妈，我没有瞎说。你说以后我结婚了没房子，这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她结婚了把咱们撵走，这么多年你不是白养她了吗？小浩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啊，小小呀也不是那样的人，他的性格你还能不知道吗？你要对他好啊，他一定不会撵我们的。再个说了，你要是结婚的话，这房子呀，咱们一定要自己买。哎呀，妈，这自己买房子需要多少钱啊？咱买得起吗？这有现成的多好啊！无论得多少钱，我们呀都要努力的自己去争取，自己去买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这是别人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啊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房子啊必须要过来，在房产证上填上我的名字，要不然啊咱们这些年全都白忙活，什么也不落。小浩，你行了，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？
什么房子啊，必须是你们的。小小，你误会了，这妈呀没有那个意思。行了，我说呢，前段时间小浩啊，怎么一直问我要房产证？原来啊，你们如意算盘竟然是这样打的。我没告诉你，这个房子啊，是我爸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跟你们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们也不跟你啰嗦这么多，你既然都听到了，赶紧识相点，把房子交出来。小浩，这我怎么就说不通你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什么是你的我的呀？你不会想一想，这你爸对你多好啊！像亲生儿子一样。这他走了，你应该好好的对你妹妹。你现在的做法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？你听你表姐的话，你表姐那是什么人，什么样的性格，你还能不知道吗？唯恐天下不乱。小小，这都是妈不好，这妈呀没有把你哥哥教育好。如果你真是对妈对你哥有什么的，那我们呀就搬走。妈，不是的，我也不是针对你。你嫁到我们家啊这么多年，你对我爸这么好，我都记在心里呢。只是我哥，他呀一直问我要房产证，真的显得很烦人。我呀也不是想让你们走，你看以后我结婚嫁人了，这个房子啊还是得由你们来住，你们来守着。我呢要这个房子也没什么用啊。小浩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她可是你妹妹，你是怎样当哥哥的啊？那心胸怎么那么狭窄呢？妈，妹妹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听别人的话。这房子我不会要的，我如果以后需要房子，我自己挣钱买，我一定会对你们好的。以后，小浩，你能这样想，这妈呀真替你高兴。小小，这以后啊，你们呀都是亲兄妹。这你呀虽说不是我亲生女儿，但是我早就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女儿了。妈，有你这番话，我内心特别高兴。咱们一家人啊，开开心心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是，小浩，你呀一定要向你妹妹学习。你看你妹妹多大度啊！这你啊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子汉，以后啊家里的重担呀都落在你一个身上。这以后啊这个家就靠你撑着了，一定要好好对待你妹妹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好，行了，咱们呀别说了，今天呀妈给您做好吃的，走，给妈帮忙。行。